每天一点心理学，了解自己，看见他人。你好，这里是心灵时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情绪不稳定的人都是这样的。你身边有情绪不稳定的人吗？或者你自己是一个能控制情绪的人吗？虽然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事情，也会产生很多情绪，但是对于情绪不稳定的人来说，任何一点小事情、小情绪都可能点燃他们。他们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爆炸。而这跟他们的行为习惯以及认知特点有关。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情绪不稳定的人一般都有着什么样的特点。第一，成就感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钱可以解决90%的烦恼，剩下的10%也可以用钱延缓。很多时候，物质是可以带给人底气和安全感的。如果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成就感很低，他对自我的认同度也不高，那么他就很容易变得愤世嫉俗，好像看不惯一切事情。他心里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但实际上他又没有能力获得，这种挫败感是很强的。为了维护自尊，他就很有可能会把这种挫败感转变成愤怒，埋怨指责一切他所能看到的事物，所以他们的攻击性会比其他人要强。这种攻击性跟职场上的那种竞争性有区别，后者是我要用尽一切去获得，而他们是我要毁灭一切，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第二，不认真对待生活。世界上有很多生活不富裕、个人价值感也不那么高的人，但是他们并不都是情绪不稳定的人。这其中的差别在哪里呢？我觉得关键就在他们对生活、对人生的态度上。大家看过《谈谈交通》吗？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有着非常大的普世价值，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尽管他们有很多生活困苦，但他们都在认真地过着自己的生活，真正做到了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而情绪不稳定的人，他们对自己和他人都很不负责。比如，他们一般都爱好拖延，该他们承担的责任总是逃避推卸，喜欢空想说大话，却很少真的实践，做事很容易虎头蛇尾，3分钟热度，不注意饮食和作息，放任自我，喜欢制造混乱。别人没有招惹他，他觉得自己看不惯就要说，把好好的情况弄得很糟糕，一直处在斗争状态。他们的心一直飘着，没有真正落到实地，没有深入思考过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要怎么做才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就像动物一样，凭借本能生活，走到哪儿是哪儿，混日子也是在混人生。第三，非常自我。前面提到了情绪不稳定的人时常把自己内心的挫败感转化成愤怒发泄出去，他们并不会为此抱歉，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别人的错，是社会的错，认为自己这样做很正当，甚至觉得应该由别人来负责浇灭他心里的火。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自我的行为，就像小孩子发脾气一样，不管不顾，只要自己爽。而且这种自我也会延伸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跟别人聊天，他们往往是说得多，听得少，他们的倾听能力是很差的，很少去听别人说什么。要让他们去看一整篇文章是很难的，他们对此不感兴趣，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懂，看得也比一般人都透，常常会用我都知道，但我只是不说来自夸。但实际上他们说的并不少，而相关的为人处事却做得非常糟糕。讲话语速也很快，声音也比较大，思维超过了讲话的速度，所以话语内容往往是混乱缺乏逻辑的，思想上也存在着非黑即白的观念，所有事情要么是对，要么是错，
没有中间可讨论的余地，很喜欢站队，也很喜欢让别人站队。以上这些总结你认可吗？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心灵时空，